我从大学就开始工作了。我第一份的兼职是跑外卖，那个时候700块钱还是600块钱一个月，我忘记了。在那种学校里面，你上进，别人会说你，然后他们觉得女孩子你读那么多书干嘛呀？反正你以后要成家的，对吧？老板把你当驴，想让你拉磨又不给你吃草，还让你一个月只休1天。大部分长沙就是这样，在每一家就是觉得哇太好了，可以做项目了，领导又看中我，我靠，我觉得能做好。结果在那里就是经历了我人生中第2次黑暗的时候，又抑郁了一次，整个人躯体化症状都出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公司的面临的压力跟职场环境，可以很大一部分体现出来国内大厂里面或者是国内1、2线城市年轻人的一种状况。公司不需要你很有才华，公司不需要你特别优秀，他需要的是会做事，但是你又得会职场社交，你也得为人处事。我已经很努力了。今天非常感谢小陈同学能够接受我的采访。大家好，我叫小陈，然后我现在是一个自媒体从业者。就稍微介绍一下，大概你今年是多大呀？12月份就满26岁了。我是湖南外贸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大专的学校，然后我学的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呢就会有后期的课程，就是 PS 设计嘛之类的，平面设计相关的。我从大学就开始工作了。我第一份的兼职是跑外卖。你还跑过外卖？朋友家里面是专门卖烧鸭的，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开了一家店，我就给他们送到寝室里面去。那个时候700块钱还是600块钱一个月，我忘记了。这么低？对，干了1个月之后，拿了1次薪水之后就没干了。我大学那会儿是16年到19年嘛，对吧？这会儿正是公众号最蓬勃发展的时候。对，当时学校有个做网页的人，他来学校里面我们的群里面说他要招兼职，我就跟那个人大胆开麦说，我来试试。他就说可以，那就你来吧，因为他是模块式的那种对，我又会设计嘛，对吧？就很简单。这个工作一直做了，到大学毕业之后还在做。我上床的室友嘛，他在华为兼职，我就通过我的摄影方面东西面试上了他们的一个零促，一天工资是大概是200的样子。后来就慢慢的变成130了，因为越来越这个岗位就越来越不被那么需要了。大2下学期开始正式去华为，每个星期6、星期天去报道，然后那个时候想着赚升本了。到大学之后会感觉到人有一些，至少是认知上面是有分等级的，而且在那种学校里面，你上进，别人会说你，会看不惯那种天天是好学生的那种女孩子。我们班上是那种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女孩子，就特别用功，特别努力。反而是长沙本地的，就是每天就是打打游戏、谈谈恋爱，然后就混吃等死这种大学生活。毕业之后我就备考了半年吧。当时那个考试呢，背了之后差了0.5分没考上。那个时候我还小不懂，我觉得为什么录到我头上就不录了呢？差0.5分。等到我之后长大了，等到前几年我才明白，国内的教育是你有权有势，对吧？如果你有足够的资本跟条件，你可以去操作一下，上学是没问题的。我就当时就有一点轻度抑郁了，然后还去看了医生。我是整个家族都是做同一种生意，每次我有一点点事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来讲我。他不理解你这个行为或者是这种感受是吧？他们无法理解。对，他们无法理解。然后他们觉得女孩子你读那么多书干嘛呀？反正你以后要成家的，对吧？你家里条件已经不错了，你爸爸妈妈已经能给到你这样的生活了，你也能挣到这么多钱了，你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钱去读书呢？读书在他们眼里看来可能是一个沉没成本比较高的事情。对，他们可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商业化去考虑了，就是投资了之后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挣回来。我因为考试这个问题没有被录取上，失忆之后我就去找了一个我喜欢的工作，看到我朋友圈有那种花艺师在招那个就是花艺师助理嘛，我当时就去做了这份工作呀，然后慢慢的就走出来了。那个时候的花艺市场其实还没有现在这么卷，现在整个大环境不好之后，其实都不是很好做了，很多小的门店都差不多关掉了。然后是去了本地一家第一梯队的一家本地生活公司，就推荐我说让我去他们公司工作。
他有内推的这个钱嘛，当时我就明确的知道我自己要干嘛了。那我就还是拍美食吧。当时在那里成长的很快，2个多月我就差不多已经完全知道怎么搞了。平面还是平面？视频的话，他们那个时候不需要拍视频，他们那个时候是公众号嘛，就是还是公众号。那个时候是，然后经历一些不好的职场环境之后，我就决定离开了。当时想着说，我会拍照了，那我一定要会拍视频，这样子我才有进步。正好是本地生活的风口，然后就从0到1做了一个账号也变现了，做了1年嘛，满满1年，然后老板不想搞了嘛，我就没有做了。刚好我一个朋友，他叔叔在衡阳是一个企业的老板，做卖糍粑的，有糍粑工厂呀、黄花菜呀，他就当时看了我的作品嘛，他就说开1万的薪资让我过去，我就去了。然后在那里工作了3个月的样子，反正我记得我是拿了3个1万块钱，一个星期休2天嘛。这个工作离开的原因是老板那个时候说老是休息嘛，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怎么每个月都要休这么久啊？但是你确实是你答应我的条件吧，对吧？一个星期休2天嘛，对吧？双休嘛。他就会说以后就让我1个星期休1天。然后就开始说我没有独立创作的能力，怎么样的，然后这个视频产出还不够，所以就是因为老板说我经不起他批评嘛，也有一点嘛。这份工作之后，我就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上处于半年工作半年不工作的状态。因为我不喜欢随随便便去找一个班上，一是长沙确实这方面的待遇不是特别好，二是我更加想上班的时候能学到东西。我想我的职业是我可以给我赋能，我也可以给这个岗位赋能。后来就又回到了本地生活嘛，本地生活去做给餐饮类型的账号去做拍摄跟剪辑嘛。那个时候的量特别大，负责2个账号的拍摄跟剪辑，要日更。那个在这个工作也工作了1年。你觉得疫情之后这几年国内的这个就业环境是什么样的？怎么说呢？就是把人当牛马，就是老板把你当驴，想让你拉磨又不给你吃草，还让你1个月只休1天。大部分长沙就是这样子，大部分只有1天休息，60%了，我不说80%、70%，都是只有1天的休息，1周1天。然后每一家是休息，星期六上午上班，星期六下午12点之后到星期天都是休息。那上半年班其实也没太多意义，其实我觉得。对呀，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上半年班吗？方便你更好的加班。就是默认了礼拜6下午可能有事儿，你就让你做了。对，如果你礼拜6下午有事的话，你就得加班，你就可能得加班。我当时是想着去做项目的，去的这个公司，想着可以做本地生活的项目，然后我有本地生活的资源嘛。当时是我的直接的我的科长面的我嘛，定的岗位的薪资其实也没多少嘛，就8K 了。我8K 在长沙其实还可以了。但是8K 我之前只需要拍跟剪啊，然后在每一家是个综合性的岗位啊，相当于就是整个新媒体部门，整个做抖音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啊，我还写公众号呀。这些东西都是你一个人在做。当时面我的那个姐姐，我就觉得这个领导很不错，然后招我的 HR 叫宇轩嘛，我现在也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每一家是国内一个非常传统的企业，它是有红色背景的一家公司。这种还有红色背景啊？这种社区它不是社区超市，它是一个连锁便利店哦，全国3万多家哦。它的总部在东莞虎门。我去每一家没多久我就去了总部，我的领导很喜欢我，我的部长很喜欢我，所以他不懂本地生活的业务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想做这方面的业务嘛，然后他就带我去了总部，跟我们总部的全国的那个营销总监的老大嘛，就是谈这个事情嘛，我们这边湖南这边也想做嘛，但是每一家的调性是一家比较传统的品牌，怎么说呢，就是国内第一家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个超市，我记得是这样子的。它以前是国企，后来变成了私企。供销社嘛，那个时候在每一家就是觉得哇太好了，可以做个项目了，领导又看中我靠，我觉得能做好。结果在那里就是经历了我人生中第2次黑暗的时候，又抑郁了一次。抑郁到整个人躯体化症状都出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公司的面临的压力跟职场环境，还有
各种事情吧，就是职场方面的这个公司可以很大一部分体现出来国内大厂里面或者是国内1、2线城市年轻人的一种状况。公司不需要你很有才华，公司不需要你特别优秀，他需要的是会做事的人。但是你又得会职场社交，你也得为人处事，就是人无完人，我没办法做到那么好，我已经很努力了。就是我换了领导之后，我那个部长走了之后，我就不被重用了。我就发现我靠，我的上升之路直接被砍断了，架构变了之后，我其实本来我的预备岗位就是一个新媒体组长，类似于他们的组长的架构在别的公司类似于主管的位置，但是在这个工作上面，就是更多的就是那种会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我的能力发挥不出来。然后他们老是要写各种 PPT 啊，然后我还要做很多业务性的东西，隔1个月要出去出差一次，去别的地方，各种湖南境内、长沙周边的一些门店去做帮扶。是不是因为就是换了领导，这个你没有去跟领导就去弄关系或者怎么样，他就自然就排挤你呢？你说到这个点上了，我就跟你掰扯一下，后来我就完全他妈搞关系去了。因为整个现在国内大环境很多什么4A 广告公司啊，去年前年都是一直在优化人，然后包括很多大厂，还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做金融的一些公司都在裁员。国内的大环境现在就是职场找工作这个特别不好。我这个岗位就明显的感觉到，什么人都想做抖音，这个薪资就被完全拉下去了。我的最低要求就是大小休或者是双休，最低要求是大小休，千万不能单休。你想我每天做的岗位就是要不断的要去做内容运营，做内容输出。那如果是说，你让我1个月只休4天，然后节假日也没休什么，你一般休4天的这种公司，节假日也不会按照国家正常的法定去休的，也很抠的。那每一家是经历了很长一个很黑暗的时间。当时就是我有一次加班到3点多，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会议嘛。我就去拍那个会议，其实我是有目的性很强的，我是希望大家都知道我的专业能力，我的拍摄能力OK。然后那个大区总就问我是哪个部门的，我的领导是谁，然后一听是我现在这个就是那个领导，直接脸都黑了，他会喜欢这个人。大区总就点名让我去做这个本地生活的这个项目了。当时我接手的时候就是一团烂泥，科长他不管我，他让那个姓徐的组长来管我，那个男的就是各种就是让我有点不爽。我一拍视频让我写脚本，你干嘛呀？就我一个人这个岗位还写个脚本给你对一下，给你看一下吗？都在我的脑子里面，我还写个脚本，对于我来说这个工作效率很低呀。搞一些让我觉得很上火的事情，我在办公室直接对着他，直接破口大骂。我说你懂什么叫营销吗？你懂吗？反正那个时候也是那种锋芒毕露嘛。其实这种不好，导致后来他们优化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服管，相处一起搭档的话，他们害怕，有什么好害怕的呀？我对事不对人，我又不对你凶，我又没对你怎么样，对不对？当时就很生气啊，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导致我在每一家被优化的原因。这就是领导工作的一个亮点。我们这边做的话，可能我们的成果也会总部那边拿去嘛。像这个职场有的时候就是无力感嘛，就是那种无力感。然后当时他们优化我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跟同事间的矛盾啊之类的，我就觉得好脑残呀。当时为什么会又再次抑郁？首先是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了，到后面他们把我优化掉的时候，我觉得很丢脸，我都不敢跟家里面人讲。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无力感加上我就是会有那种感觉自己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做不好，还被优化掉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接受不了你因为我觉得我情绪不稳定，然后觉得我跟同事之间有这样子的东西，你就把我优化掉。如果你因为我专业技能上工作上面的事情优化掉，我情有可原，我可以理解。现在这个大环境还是希望找一个听话的人，就是他不需要你太有才或者怎么样，他需要你会做事就行了。加上那个 ChatGPT 那种 AI 开始之后，有些编导的岗位可能都被代替了，特别是信息流的这种公司，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当编导吧。那现在你是个什么状态呢？现在就是一个不找不到工作的状态。当时在每一家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是公司需要你，不是你需要这份工作。我们就说你也可以，实在不行你就回来海南，我们也回家让你回海南，回家里面来工作。现在是一个想要自己情绪更稳定，还是工作方面要
就是说你的领导很重要，你的老板很重要，他得欣赏你的才华，愿意重用你，然后愿意去给你施展你才能的机会，你才能够去在自己的职业的生涯上面发光发热。那只要我有产出，我觉得值得，只要我自己觉得值得，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觉得我是个工作狂怎么样，I don't care，我不在乎，我只在乎我自己的感受，我是不是能够在这份职业上得到成长。就今年的目标就是说，找一个班上呗，然后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开销尽量开源节流到最小，能存一点钱下来。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说成为我爸爸妈妈理想中的孩子的样子。我首先得成为我自己，其次我才是他们的女儿。就像我爸爸老是催我结婚，我哥哥就会跟我爸爸说，你知道你女儿很要强，她在没有自己的事业之前，你觉得她会结婚吗？你男朋友现在是一个专业的胶片摄影师是吧？对，他是国内的一个青年艺术家，摄影，他也办了自己的展，出了自己书。因为这个艺术方面的事情走到一起的。对，就是因为这本书叫《梗》嘛，他写给过去爱人的一封信，就是他真正对待过一段感情，然后也是因为家庭方面的原因，那个女孩子跟他谈了差不多1年，然后可能对方家里面就想让他们结婚嘛，就觉得他没房没车呀什么的，然后他其实也不想结婚。你才谈了这么久，然后为什么就是我也不能理解，他才1年就结婚呢？你都不够了解，都没有同居过，都没有一起生活过，结了婚之后你就背负更多的责任了，你就不单单只是你自己了。他也是挺努力的，就是他英语特别好，然后他也是他老师推荐他去的澳大利亚，他去的墨尔本嘛，在墨尔本工作了几年，然后出了这本书叫《随机介入记忆》，就在这个展上面认识了他。每个人的脚步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成长的轨道也都不一样，不可能你开始是复兴号，你跑得最快，你就让人家和谐号跟你跑一样的速度吧，对不对？我那个时候没办法处理亲密关系，但是他可以陪我成长，就是他就像就是栽一朵花一样的，栽一朵向日葵一样的。我现在是越来越阳光，越来越自信，然后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也会鼓励我去学习。就是你没有跟你家里面这个就是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之前，大概是个什么状态？你们父母在这个事情没解决之前，家里面的压力就是觉得我一直工作不稳定啊，一直没有工作啊，怎么样的，就会给这种压力吧，精神上面的压力会给得很大。其实我很怕接他们的电话。主要是父母还是其他周边的那些亲戚也会有？父母也好啊，我的姑姑也好，我的哥哥姐姐也好啊，都会有。其他的人都是什么很稳定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大环境就应该是这样。然后确实我没有钱，不能做任何的事情。确实我现在很需要一份工作，但是我不能够因为很需要一份工作就随便找了呀。我也很害怕国内这种职场。我首先在意的是我的心理健康，所以我就一直这么久就没去工作。我现在状态好了之后，我才敢去找工作。你之前那个看过医生的话，那医生给你是什么建议？我以前19年的时候看过医生嘛，医生就说看我要不要吃药嘛，我说不想吃药，然后我就去运动。他已经给你确诊了是吧？那个时候，对，就是有点轻度抑郁，觉得干什么事情提不起劲，然后不开心，然后每天都想哭，然后就想站在高的地方就想跳下去。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坐那个地方就跟我男朋友说，我好想死，就这种恐怖吧？恐怖。你现在的情绪，我看你现在的情绪应该还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对吧？你如果是像我这里的观众有像在国内啊遇到一些就是跟你之前的那个状态很像的一些朋友，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当你找不到自己的时候，你去读书吧，然后多认识一些，就是说多出去社交，多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我们千万不要把情绪不当成病，有病就去看，不要逃避自己内心，就是只要你人还活着。为什么国内现在那么多小学生自杀呀，还有各种高中生自杀呀，特别多这种，还有校园暴力呀，很多阴暗面在这种快速的信息的时代化的这个潮流中，它就能够迅速被放大发酵，然后整个的舆论环境都是一种不是很好的。就是我还是很喜欢我的国家，我觉得它很安全。首先是比任何一个国家对我来说，中国的是最安全的国家。首先，中国在国际上的态度，它都是保持中立的，它不会跟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冲突跟挑起战争。国内有国内的好吧，国外也有国外的好。国外的话，就是如果是说像我们这种，
想追求自己的，然后想去国外看外面的世界看看，然后不想被国内这种大环境给就是说污染我的思想的，然后让我被这种就是这种思想掌控。我最近在看这本书，它开头说了一句话：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还有第二句话，第二页说的是，就是大部分现在国内年轻人的心声嘛，就是我想要的无非是遵从自己内心去生活，为什么竟如此艰难呢？就是这句话可以说就是可以总结出来今天我们两个人谈的这些东西，就是国内年轻人现状跟状况，也差不多了，也很开心你能够采访我，然后也希望可以认识到其他的一些在其他国家的小伙伴也好，其他国家的华人也好，包括可能跟我处在同样境遇的小伙伴也好，就是大家也欢迎来找我聊天，然后你到时候可以把我的那个 Instagram 可以放在上面。对，很感谢小陈同学能够来我的这个平台，也希望你可以一直坚持做自己。节目就到这儿，好，拜拜。普通话。